松哥，我们原本以为是地表上的战争，没有哦，现在是打到外太空的战争。没错，看到川普直接说我要把美国国旗直接插在火星上面，对，甚至呢，马斯克直接说我要移民火星。这两个人是痴人说梦吗？也没有啊。这样目前看起来相关的设备、相关等等，我们一看。玩真的哎，对，没错，川普当然是玩真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就职演说里面，他就讲嘛，我们要追寻我们的天命，把美国的旗帜插在火星上面嘛。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看后面的伊隆马斯克笑得很开心啊，还在那边说哇赞啊，很赞很赞。那伊隆马斯克当然没有错啊，他就马上就说啊，我们不要登陆什么月球，他说月球只会分散注意力，所以我们要专心到这个火星去。好，那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川普的确是慢慢在布局。除了这个 SpaceX 目前为止继续在这个发火箭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另外一个我们美国有非常重要的单位就是 NASA 嘛。那 NASA 就是美国国家的这个太空单位。那他现在任命了谁呢？他任命了这个 Isaac， 这个 Isaac 加里德 Isaac。你知道他其实今年很年轻，那他有什么经历呢？第一个，他跟 SpaceX 伊隆马斯克他们是长期的生意伙伴。另外第二个，他其实有曾经2次登上过太空哦，他自己有这个登上这个所谓太空的经验，所以就说他是用民间的机制。那现在当然有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来说，当然可以挥霍。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过去在美国政府里面有一个叫太空委员会，这个太空委员会是负责来监督所有的太空事务。现在呢，这个川普就准备要把这个单位给废掉了，就未来呢由 NASA 那直接跟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对接就好，这就是未来美国发展这个太空事业的这个基础。所以目前为止来说啊，这个川普准备把民间的势力呢导到这个美国的太空事业上面。好，那你讲，目前为止我们都说嘛，你要发展太空事业的话，人是很重要。可是问题是，人到很多地方去都没有办法。那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呢 ，NASA 有在派帕克的这个探测器，那这探测器的时候，目前为止飞到什么？它飞到太阳去了。那你看这个目前为止，你看这个就是派克的探测器，它飞到太阳嘛。那太阳有1000度的高温嘛，所以我说真的，人有办法承受那个高温吗？不行啊，不可能嘛。所以那你知道这个帕克的这个探测器来说啊，它上面就有非常多的机器人。有非常多的 AI 在那上面，也就是说，他用 AI 的这个方式呢，就直接到那个地方去探测非常多的这个数据，然后传回到这个地球，让我们地球人知道一个状况。那也就是说，里面有很多 AI 的这个系统。那于是呢，很多人就知道说啊，未来我们可能要用很多 AI 机器人的方式呢，来取代类似太空人的这样一个状况。就连很多英国的这个天文学家啦，或是伦敦的天文学家都说，没有错，未来可能要用更多的 AI。这 AI 在我们的这个太空探索里面来说，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好，那除了这个 AI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你要探索到这个所谓火星去的话，当然你要火星的相关的探测器嘛。那除了目前为止的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探测器之外，美国还有一个机智号，机智号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这一台来说，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它在飞行在火星上面的无人直升机。那原本飞行到火星上面的无人直升机，它飞，就没想它过去一段时间曾经有载回非常多的这个数据啊。但是前一阵子它因为不明的原因呢，它就有故障了。故障就没办法飞了。故障没办法飞的时候，那当然你不能够只有靠这个路面上在探索火星嘛。你如果有这个飞行器探索火星，那更加好嘛。所以美国现在就发表了一个新款的下个世代叫 Mars Chopper 的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直升机的这个探测方案。你可以看它里面上面来说有非常多的这个太阳能面板，那有这个类似是无人机的这个所谓的螺旋桨，那下面搭载了非常多。你不要看这一台很小。它其实约莫是一台我们人类这个在地球上面开的一个休旅车的大小，这还蛮大的。对，那没错。那未来他就准备，如果美国在下一次把它送到这个火星上面来说的话，他就准备要探索地面的车子无法到达的一个非常广大的这个区域。好，那除了这些之外来说的话，其实人类在探索火星来说的话，最近有非常多的这个到底火星上面有没有这个人类可以生活的这个相关的踪迹嘛？最近就有这张照片出来了。照人家这是在火星上面，跟我们平常吃的东西好像。对，没错，红豆嘛，美国人把它叫做圣豆。然后这个好像是这个你看上面还有一个过去红豆的那个壳的那个剥开的那个地方。人家说，难道这些所谓是圣豆吗？是红豆吗？其实不是啦，这是月球拍下，地球拍，火星拍下去的时候，它火星上面的温度很低，那它都是隆起的这个山丘。那隆起的山丘里有这个沙丘。那但是呢，真的好像你
偶然一看的话，哎，好像是好像在我们地球上面看到的东西。那当然，目前为止来说，这个科学家就继续分析，哎，这里面会不会找出一些所谓这个未来有这个火星可以在上面存活的相关的这个证据？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 ，NASA 有做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模拟定居火星1年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说，NASA 它在他们的休斯顿的这个所谓包括那个阿尔法火星的这个山丘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基地，那个基地就是里面是模拟所有火星上面生活的这个条件，然后又找了4个太空人。然后那4个太空人呢，在去年的7月就出来了。经过1年之后，他们就尝试着在火星上面生活1年。那有很多人类可以在上面参考的资料，所以我才说嘛，人类到火星的这个条件其实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傅老师，我刚刚越听越兴奋了，难怪大家都觉得说，包括川普说他一定要在火星上面盖一下国旗，插上国旗。对于马斯克来说，我要殖民火星，难道火星上面真的还有我们没发现的生命吗？其实啊。讲真的，川普的话，你只抓到前面这一句，但他前面还说了一句话，因为什么？因为刚刚前面讲了很多，他要对付俄罗斯，他要对付中国。对，中国已经摆明了，2030年之前，第一个中国的太空人要登陆月球。他会，因为川普又说了一句话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Mega。对不对？对，他什么都要拿第一。对，他会忍下这口气，让中国大陆第一个太空人登陆月球吗？2030年他要登陆月球，所以他在中国在登陆月球之前，他会先登陆月球。然后第二个，火星是他想去的一个目标。对，2030年到2040年，但是。这个飞行一趟要7个月，这7个月里面的 uncertainty 的问号一堆。伊朗马斯克我上次讲过了，他的 Starship 是要到火星的，第2节还没成功。对，第2节成功，那我可以马上很有可能表示说机械已经被变，那就是人的问题。现在机械跟人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所以他第一步一定是先登陆月球，在中国大陆之前，为什么他要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所以但是呢，火星它不会放弃。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2011年，火星上我们就有2颗，注意看这2颗陨石哈，这一颗是1984年，这个是在克林顿时代，对，在南极洲发现的一颗，这以前我也讲过，但这一颗陨石奇怪在哪里呢？奇怪有一个像是有机物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就是诱使伊朗马斯克在1984年就向往火星。对，然后紧接着，2011年又发现一颗陨石，这颗陨石就奇怪了，这颗陨石里面还有大量的水分，这叫黑美人。这个在这个东升没有讲过，所以我特别讲这一块石头才是目前最热门，而且它是热水。最古老的证据，热水哦，不是普通的水，热水里面就含有生命，这个连热水里面含有这种东西，就含有生命在里面，所以表示说，过去我们讲到火星上的水，基本上有这个很奇怪的，像有机物，又有奇怪像这个热水的东西，都已经在陨石上面表现出来，火星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好，紧接着我们看这张图。这个是去年2024年5月30号，好奇号，大家知道好奇号在火星上面已经待了很多的时间了啊。那他发现到一块这个东西，都要注意看这块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个是硫，这个是纯硫，纯粹的哦。记不记得我们这个阳明山上有一个凤凰谷？对，下面有这种东西，你去看看，很多这种东西啊。那这种硫呢，在2024年为什么？过去没有发现，现在发现了呢，表示说过去我们的技术还没有大到这个地步。对，现在2024年5月30号已经找到这种东西。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呢？这种东西有的话，它可以产生氨基酸，氨基酸下面就会合成蛋白质，蛋白质合成有机体，有机体下面就是生命。所以说这个硫的发现非常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往下继续走。对，让 NASA 非常兴奋。
这个发现了以后呢，好，紧接着我们看下面一张，这个是毅力号啊，2024年7月18号到21号，穿过河谷内雷特瓦山谷时候找到的一块岩石。注意看哈，对，我现在右边这个图就是雷特瓦山谷哈，在这一块里面，啊，找到的这块东西，这块东西里面看了有一个豹形的一个，这个是飞豹嘛，一个豹嘛啊，一块小东西。那这块东西里面呢，可能是有机体咯。刚刚看到是硫，对不对？对，氨基酸合成蛋白质，蛋白质下面就有机体了。对，这个里面很可能就有机体。但是因为科技啊，2024年这个毅力号是最新的哦，最新的美国的探测火星的太空船，它的能力呢，也只能说怀疑，而不能够100%的发现。那么这个东西呢，它要如果能够确定的话，那表示火星上面真的有生命哎，可能有古生命，因为这个是在穿河谷，因为这个毅力号它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有35亿年以前有水流出来 Jezero 的一个山谷的水流出来，它的已经发现了啊，这些东西都是促成火星上到底过去有没有生命。注意，美国人他都要第一，对不对？对，所以他一定要确定这个下面有生命。啊，过去有生命或者现在有生命，我是结论刚告诉大家，可能下面就有生命，但是美国人才会要去，因为他要拿第一。但是机械设备有了，人的设备，因为人要保证这7个多月还不到8个月的时间，因为火星一个信号来回就要半个小时，一次15分钟，在这段时间如果 SOS 以后的人已经不见了，所以他一定要确定所有东西 OK。所以第一步什么？他就 simple return。他为了要确定这个，因为他是怀疑，那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放在毅力号的这个相关的盒子里面了。到时候 simple return，2030年前，美国会再发射一个太空船到达火星，把这个资料收集齐全，带回地球检验。OK， 这个火星上的生命就能解密了。哎，就解密，而且这个还是 WASP， 这不是意思。要意思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更新的叫洞察号太空船，这个水其实上现在美国这张图是欧空局欧洲太空总署发现的，这个地方可能表面上有水，因为是水嘛，对不对？空气、阳光嘛，对不对？然后刚刚各种不同的矿物质几乎都出现了嘛，所以我们来看，它现在就是要找下面有没有水。好，这个就美国的洞察号，就是最新的一个太空船，它现在发现。在火星地下11.5公里到20公里，对，会有水，而且会有水，大量的水。这样的话，Elon Musk 太空船到那边，他用水跟甲烷就会变成不但是人的一个生命必须的原料，同时太空船也可以做原料，从地球飞到火星。但是这个里面先决条件是，Elon Musk 的 Starship 要成功。第二个，人能够到火星这一趟不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第一步还是回到那句话，美国现在目前争取，美国第一个条件就是登陆火星，登陆月球，对不起，登陆月球是他第一个目标，成功了以后登陆火星。